哎呦，岔气了！哎呀！中国拳王魏宁辉惨遭一拳爆肝 KO， 鼎鼎大名的催泪专家竟被催泪拳打趴。这个结果给魏宁辉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看到瘫坐在地上的魏宁辉，赢了比赛的老外在旁边肆无忌惮的讥讽，还向观众展示他 KO 魏宁辉的那只拳头。如此操作简直是比杀人诛心还要诛心。打败魏宁辉不算完，第二天就把目光放在了坦克邱建良的身上。邱建良与魏宁辉是非常要好的兄弟，看到好兄弟被老外无情打断肋骨，自然而然不会轻易放过摩洛哥拳王伊利亚斯。简单介绍一下伊利亚斯，他是羽量级世界排名第2的成员，年纪轻轻21岁的他却拥有如此豪华的成绩，确实有点令人心生畏惧。来华踢馆已有多日，打败了许多搏击猛将和鼎鼎大名的搏击技术顶尖的选手。面对邱建良，他依然傲慢无比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邱建良给他免费上一课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。也如证明的时候输掉了，是。那么 K1 WGP 8人战的时候干掉了当时排名第2的山崎，这输给了当时排名第1的考，于是拿到了当时排名的第3，是拿到了还不到2个月啊，当时的第2瓦尔加。干掉了当时第2的谢尔盖，然后自己的这个直接排名升上了第2。对，而且呢，这个布莱德是非常年轻啊，这个刚刚是95年啊。哎，虽然这么年轻啊，但布莱德的这个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儿了。黑色拳套是摩洛哥拳王伊利亚斯，白色拳套是邱建良。此时的伊利亚斯毫无任何顾虑，直接就是猛压邱建良，试图以雷霆之势光速秒杀终结邱建良。面对没有试探，直接就是猛打猛冲的伊利亚斯。邱建良表现得非常冷静，一点都不慌。是，邱建良呢在场上呢，经常呢会对自己的比赛节奏啊，把握的是非常好的，会经常变速。是，他对角度、对力量、对距离，其实呢都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这个认知。然后呢，觉得哎，这个布局稳了再出拳。没错。那么现在的年仅21岁的伊利亚斯已经登顶世界第2。先不说别的，就凭他那简单粗暴的拳脚组合进攻，就能让90%的选手望而生畏。然而邱建良的打拳天赋并不是特别的高，只能说是一般般。通过后期的努力和长时间的魔鬼训练，一步一步才走上了世界排名前5的位置。左扫这样的话把邱建良的这个进攻都防住。邱建良刚才一个后摆拳击中，在邱建良跟摩萨布打之前呢，没有人看好摩萨布。结果邱建良拿下了那场比赛。邱建良刚才这个动作已经是在第一回合当中2次的重复使用。密集的组合进攻让邱建良有点难以招架，持续的步伐逼近也是让邱建良有点有气无力，只能暂时选择战术性后退。这才只是第1回合，又不是最后1回合。邱建良没有理由对伊利亚斯发起最后的猛攻，先看看伊利亚斯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，到那个时候再发起猛烈进攻也不迟。后手拳互堵。好，试探测距离。打俯高端，这个伊利亚斯布莱德防守的非常严密。是，这是第1回合。身为世界第2的伊利亚斯根本就没打算和邱建良纠缠下去，时时刻刻都想把重拳重腿打在邱建良身上，以至于让邱建良快速倒下，从而大获全胜。伊利亚斯的想法是好的，但醉起来确实十分困难。以灵活著称的邱建良并没有让伊利亚斯的诡计得逞，并且还会以迅猛的反击来给伊利亚斯施加压力。这有一点点湿滑，两位选手进攻可能会受到影响。邱建良连续的左右摆，最后的7秒钟的时间，漂亮。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。是，而且其实呢，这个进入到前10当中啊，这个水平呢，真的是相差的，其实都在毫厘之间。没错。而且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更多的看到的是2位选手啊，在第2回合开始了。伊利亚斯不愧是羽量级世界排名第2，打起架来就是异常凶猛，根本不和邱建良多说什么废话，拿着密集的拳脚组合进攻就开始与邱建良展开对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邱建良逐渐看透了伊利亚斯的作战计划，熟练的拿出防守反击来给伊利亚斯制造巨大威胁。伊利亚斯跳击过，天哪！这个地面的确是有点湿滑，因为这会儿雨啊，其实呢真的是下的已经很大了。没错。2位运动员在这个还要保持平衡，还有高速的运动。是的。转换拳，伊利亚斯平后手。邱建良为了能打败伊利亚斯，为宁辉复仇，他在赛前做了大量的研究，
专门对伊利亚斯进行了长时间的针对性训练。面对伊利亚斯频繁的出拳出腿，邱建良每一次都能灵活应对，甚至比伊利亚斯的拳脚进攻还要精准，还要有力。这样扫地有了效果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漂亮！这个低端的大步真漂亮。是。我们看欧洲的选手，他几乎会把自己的这个 clinch 的动作直接省略掉。我就要这种打击的密度。前摆，邱建良，看刚才这几个位置的变换非常清晰。对拼的时间短显现的不明显，真要是对拼的时间长了，那么等待伊利亚斯的将会是重拳重腿打脸。年轻固然在搏击擂台上占据天然优势，但在比赛经验上面，伊利亚斯根本比不上邱建良。邱建良可是一步一步打上来的，然而伊利亚斯则是凭借天赋一步登天。根基不稳的伊利亚斯迟早要出大事。我有时候打你3、4下，有时候一拳不打，我就让你抓不到这个我的这个结构。两个人开始互攻，在这样的一个擂台上的情况呢，两个人的这个进攻大多数会变成静态的对攻。对，因为移动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平衡失去。是，包括呢这个很多这个舍身的动作呀，这个大范围的动作可能做的会少了。这样的话，观众可能会比较开心，因为这是一个电话亭战术，是被迫电话亭战术的一个对攻。两个人就站好了，这样的进攻输出其实是非常便于我们这个观看的。是，相对密度现在尽管伊利亚斯此时意识到了他与邱建良之间的差距，但他依然没有选择放弃进攻，持续的步伐跟进让伊利亚斯流失了很多体能。年轻气盛的他根本不在乎这些，只要能把邱建良打败，伊利亚斯宁愿让出世界第2的位置。毕竟邱建良在以后会成为伊利亚斯登顶世界第1最大的麻烦。来去，我们看伊利亚斯的这个拳的到最后一回合的较量了。两个人，我估计谁也不愿意把最后的结果交给裁判。绝对是这样。伊利亚斯的密度，上来时候密度只有非常明显的增强了。这个邱建良要扛住啊！哇，后手拳！这下的伊利亚斯真的是进攻非常的犀利。看来真的是不想交给裁判。而且其实整个我们看这个3回合的比赛，纵观来看，他的进攻密度是这个爬坡式的上升。是的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伊利亚斯究竟是什么怪物？全程都在对邱建良发起猛烈进攻，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，时时刻刻都在猛压邱建良内围发起攻击。然而邱建良也非常聪明，锋芒毕露的同时，还能时刻抢夺伊利亚斯的点数优势。随着时间的逐渐流失，邱建良的点数优势也在不断随着时间变化而增加。两位选手在擂台上给我们带来这种美学的这种展示。我们可以先不考虑结果，我们先看这个过程，过程足够精彩。辨析前摆，我们看这个前摆，前腿给你一个肉片，马上手就上来了。邱建良低扫，邱建良这时候应该把密度打起来，因为第3回合了。因为特别容易给裁判留印象的就是第3回合，对，因为是离这个记忆最近的一回。是，第2回合之后，我们看这个伊利亚斯啊，这个进攻的主动性上是非常明显的在加。别看伊利亚斯时时刻刻都在对邱建良发起攻击，其实点数优势并不在伊利亚斯的手中。在没有遇见邱建良之前，伊利亚斯都已经习惯了用天赋的猛打猛冲压制住对手，从而快速取得比赛胜利。殊不知，邱建良将会成为伊利亚斯这辈子最大的阴影。这一回合的节奏没有太明显的变化。没错，伊利亚斯一上来的那个猛冲等于是被消减，对。但是伊利亚斯的进攻力度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到。小秦，场地毕竟还是有一些失亡。没错。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，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，我觉得应该会给他们两个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伊利亚斯的后摆打到了邱建良。现场观众不惜淋着大雨也要欣赏邱建良的表现，毕竟邱建良的年龄在这摆着呢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邱建良能打的比赛场次并不多，看一场少一场。所以说邱建良为了拿下比赛胜利完成大业，可谓是煞费苦心呕心沥血。做过多的移动一定要做动作了，再做过多的移动会被变为消极的。甩双头刀，对，挺近了。看有没有抓住最后的时间。对方想做一个旋风劈，最后的10秒钟，看看现在还有没有输出。
来后早，伊利亚斯整场比赛的这个爆发力都是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。比赛结束了，整场比赛9分钟，伊利亚斯足足猛攻了9分钟，结果的点数优势还是雷打不动、闪劈不动的在邱建良手中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？